是圣上让我到书院教授督导，若是败了，也丢了圣上的颜面，革去官职事小，恐怕打入大牢都是轻的。哎呀，这外面树蛙叫的真烦人。林管家，夫人，叫几个人去把墙外河里的树蛙给我赶走。是。且慢，先别管蛤蟆的事，夫人，马上给我备轿。田大人，哎呦，林大人，哎呦，哎呀，请，不坐，我有急事跟您说。我又有新主意了。哦，田大人，让大臣们向徐知府索要树蛙，您意想如何？树蛙？我不明白林大人的意思。这个徐有为和贺秀姑不是在山林里吗？让大臣们跟徐知府索要树蛙，徐知府必然叫山民们去捕捉。而何秀姑又是个好管闲事之人，一定会出面阻拦。这样一来，就扰乱了他教授徐有为。他教不下去，徐有为哪里会提高啊？好主意呀！不动一刀一剑，还能达到目的。林大人，您真是卧龙再生啊！哎呀，田大人真是凤雏在世啊！请。这为官之道，首先要想到的是为民，而不是为君。师傅，你这个话要是在书堂上说，肯定就掉脑袋了。那将来我在朝堂上如果学你也这么说，那不是就死定了？你敢反驳，这是好事儿。言听计从是没有思想的。咱们呢可以讨论，但是你首先听听师傅讲的在不在理。哦，为什么说先要想到的是为民呢？这圣上身居后宫，很难了解民情。那这朝廷的大员呢，都以圣上为首的话，那势必会阿谀奉迎，苦的可是百姓。这百姓如若受苦的话，你说圣上这宝座，他还能坐得稳吗？师傅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可是如果我真的像你这么说呢，那圣上肯定生气了。那圣上一生气，他肯定要死人的。做人呢，就得堂堂正正，人前人后必须一致。不是，师傅，这个呀，我爹跟我说过，这个在圣上和上司面前就得阿谀奉承。这么做呢，即便做不了高官，最起码能保住小命啊。那你是听你爹的呢，还是听师傅的呀？那我要是死了怎么办？你死不了，像你这种人，最多就挨上几板子。咱们不开玩笑，真的。如果我按你说的这么做，真不会掉脑袋？有为啊，当今圣上并非昏庸，只是被这奸臣包围，缺少了判断力。如果这朝中都是好官的话，我相信圣上一定会开阔视听，了解民情的。师傅，我明白了。咱们再聊一聊关于这个君臣之礼。哎，干嘛呢？这些人抓鸟的呀？这分明是在捕树蛙呀！哎，老乡啊，这不是禁止捕树蛙吗？哎，那都是老黄历了。现在徐大人大量收购。我爹。徐大人爱吃树蛙，也不至于大量收购吧？哎，他要给京官送礼。就是。这树蛙是吃蝗虫的，那都抓光了，咱在山林要遭灾的。我们可管不了那么多，徐大人要进贡，逼着我们捕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就是啊，我们只能听命于他了，又不敢反抗。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啊！呀，老天爷呀！放树蛙！凭什么放我树蛙呀？快说，凭什么放？凭什么放我树蛙？凭什么？这树蛙就算是本姑娘收购了，还望各位乡亲们，这以后啊，别再捕了，行不行？那不行，
徐大人大量收购，能不补吗？再说了，我们还得吃饭呢。对，是啊，你们怎么不想一想啊？树蛙真的补光了，咱这山林遭了灾，咱可就真没吃饭的地方了。俺们管不了那么多。徐大人他都不想这个事儿，我们小老百姓操这个心啊，那有什么意义啊？对呀，我们又不是吃饱了撑的。哎，走，继续抓。哎，走。别再补了好吗？走。哎，别抓了。别抓了！哎呀，你说我爹岁数怎么越大越糊涂啊？徐有为，师傅给你个任务，马上回家，让你爹停止收购树蛙。知道了，师傅。站住，早去早回。哎。哎呀，还行。爹，您先忙着，我去看看我娘啊。好，去吧。哎呀，我儿可受苦了，多吃点啊。爹，苦是苦了点儿，但是有收获呀。您别担心，虽然说啊，这山林里这个野兽多，怪可怕的，可是也有好玩的呀。这每天早上啊，天还没亮，那树上的鸟啊就叽叽喳喳地开始叫，哎，比咱们笼子里养的那些鸟叫的好听多了。哎，我一天天的跟我那些狐朋狗友胡吃海喝，游手好闲，真是太没意思了。现在受这些苦啊，是为了将来能成大人物。爹，一旦有一天我成了大人物，那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所有人见到我徐有为都得磕头作揖的，那多威风啊，是吧，爹？哎呀，我儿有出息了。我现在突然明白一句话：想要成为人上人，必须吃得苦中苦。哎，爹过去也是一个穷书生，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，是不是也是受了很多的苦啊？是啊，爹为了读书，那是起5更睡半夜；为了向名师求学，那是不管刮多大的风，下多大的雨，还是下多大的雪，我都要奔波百里千里，去向人家请教。嘿嘿，爹受的那苦就别提喽。嘿嘿，哎，您太不容易了。哦，我师傅啊，还跟我说做官呐就要为老百姓着想，要为老百姓多做事，起码不能祸害他们啊。爹，您知道我这次来是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让您别收购树蛙了。
了林尚书，就被关进了大牢。如果爹要是得罪了他们，他们同样也可以这样做吗？那，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师傅说不能捕，您就不能捕。哎呀，他怎么管得这么宽呢？那他这个人脾气就这样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他见到不公，他就必须打抱不平。他也太好事了吧！哎，爹这句话算是说对了。如果他不好事，那儿子现在没准儿早就冻死街头了。如果他不好事，您现在没准还在大牢里待。注定你和朝中大臣们的对立。你以后入朝为官，那就会相当的孤立。爹也是为了你能和朝中的大臣们搞好关系，这才用咱们这儿的土特产树蛙来和他们套近乎，你还不清楚吗？爹，您拿什么套近乎都行，您非拿树蛙套。都说了，树蛙是益虫，没了以后虫灾就来了，到时候您连官儿都没了。树蛙要是不进，最少也得10年。你爹在这儿做不了10年的官，以后的事与咱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爹啊，这片水土养育了您，您要为这片水土的老百姓做事儿啊！你怎能这么想呢？爹也知道捕树蛙不好，但是爹是在为你的前途着想啊！为什么都不能捕？我不同意，我师父也绝不同意。咱这样，咱不让他知道不就行了吗？啊，我马上下令山民们不要到你们驻地附近去捕，行不行？啊哟，爹啊，咱们先不说我师父这个人做事不到黄河不死心啊，就光他那个聪明劲儿，您蒙得了他吗？再说了，做人不应该做两面人。这样吧，你带我去见见他。别见了，见也白见，说不通了。不是，我是想见见他。你想一想，你是他的弟子，你们在山上已经待了好长时间了，按照人之常情，爹也得去见见人家吧。那，行，咱接着吃。师傅，师傅，我爹来了。哦，可姑娘，民女见过大人。哎，何姑娘，我是特地来感谢你的。你看，你在有为身上花费了这么大的心血，这才让我儿长进甚大，我是非常的感激。来，这是100两银子，望你收下。过几天我再差人给你送来。您这是干什么？我跟有为啊，我们用不上。
哎，你们可以到山下去买点东西，千万不要苛刻了自己。我们一般呀不下山，大人的心意我心领了，您还是拿回去吧。不，练功啊，千万不能太清苦了。这清苦啊，才有利于有为长进，奢华反而对他无益。我也知道不对，但是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？那就牺牲树蛙。何姑娘，有为他是我的儿，也是你的弟子。我想咱们的心思那是一样的，总希望他以后有出息。我当然希望他有出息，我希望他入世之后能为百姓做好事，而不是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。何姑娘的人品，那是人所周知的，但是你也得为本官想想。你看，我就有为这么一个儿子啊。大人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我还是那句话，绝不能拿百姓的利益做交换。哎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很难按照你说的办。那好，那也请您带公子回去吧。别，师傅，我不能走啊，师傅，师傅。哎呀，爹，您看您，我说您不能来吧？爹不是想说通他吗？我都跟您说了，您说不通他。我师父要是不教我了怎么办？我拿什么去跟林尚书的弟子去比试啊？我进不了朝廷，我现在连地方官都做不上啊！爹，我不是危言耸听啊。你想，我是何秀姑的弟子，那我就是所有官员的对手。那圣上为了安抚他们，真的干得出来这种事儿？哎呀，这……哎呀，爹呀！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要不这么说呀，这徐大人怎会紧张？你又怎会那么轻易说服你爹呀？这哪是我说服我爹呀，是我爹呀，害怕师傅你不教我了。哎，我爹是不对，可这朝廷的官员啊更不对，他们为了自己的口福滥捕滥杀，这要是百姓们全学他们，那这林子里的飞禽走兽还不早就死光了？有为，你能这么想，师傅为你高兴。你现在呀，已经学会为他人着想了。
那当然了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徒弟。好，那师傅呢，就为你出道题，就以你今天所感写一篇文章。啊？写文章还今天所感？不是，师傅，这太难了。难啊！啊？那行，不写也行。那你只要说出你的见解，就算是一篇文章。光说呀？对。说不是比写还难吗？这说跟写是一样的，言为心声。只要有见解，就是有思想的。你只要把你发自内心的见解说出来，我就当你是写了一篇文章。师傅，你的意思是只要能说出来，就算写出来了？对。好，师傅，那你给我点提示。我要给你提示，你就按照我的思路去走，反倒束缚了你。就按照我的见解，大胆的说出来吧。好，师傅，你让我想想啊。嗯。你让我想想。有了，师傅。我今天的这个见解啊，就是上梁不正，下梁歪。这个上梁呢，说的是谁啊？说的是我爹。这个下梁呢，说的就是我。哎，我爹是歪的，那我肯定也是歪的。我爹要是正的，那我也是正的。所以说呢，上梁不正，下梁自然就是歪的。你知道这何秀姑和徐有为在哪儿吗？不是在孝敏县吗？不在，已经回来了，而且就在终南山。我让这个孝敏县令除掉他们二人，可是没想到他不遵师命，阳奉阴违。那他该死啊！是该死，不过不着急，等老夫把何秀姑和徐有为除掉之后，再来清理门户。知道吗？这何秀姑一回来，就来阻止徐知府捕抓树蛙。捕树蛙的事，小人知道。徐知府一直想用树蛙跟朝廷重臣拉近关系，不让捕，岂不是更好？表面上看是这样，其实并非如此。因此，咱们得干扰这个何秀姑交手徐有为。所以，我叫你来，是想让你给那些大臣们看病的时候，借此机会，与他们讲树蛙的功效，就说这树蛙不但强身健体、延年益寿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还能滋阴壮阳。大臣们这么一听，一定会向徐知府索要树蛙，徐知府不得不捕，而何秀姑一定会出来阻止。那他还有什么精力去教授徐有为呢？大人说的是，小人明白了。这也走了一天了，舅舅和师妹都累了。要不我们坐下休息会儿吧？好。你们先坐，我去找点野果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好，那舅舅先休息一下。哎。走。哎，师兄，我在想，等我们到了许州之后，你准备怎么办呢？我想再去老宅，和刘氏案发的现场看一看。现在有舅舅在，说不定他能知道些什么。哎，去那边。好。走。
师兄，最近总是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，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啊？可不可以跟我说一说？也没什么，只不过听舅舅提起母亲的事情，有些伤感罢了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母亲经常去山上采山楂给我做山楂糕吃，而且还教了我一首儿歌：吃了山楂不想家。所以，是啊，我们都已经出来那么多天了，我也有一些想母后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已经找到11叔了，这就说明呢，我们的案子有些眉目了。是啊，这些果子差不多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好的。怎么，不认识了？云空寨寨主，还算你有点记性。寨主，那日盗仙草纯属无奈，还请寨主放过我们。今天你要么把仙草还给我，要么就把命给留下。那神仙草我已经还给玄风寨了，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上！不可！今日我不杀你，我们的恩怨就此扯平。你们走吧。舅舅11叔，我们快找个地方让舅舅休息。好，走。又是捕树蛙。哎，捕树蛙，捕树蛙，就知道要树蛙，这简直要逼死我呀！这，哎呀，报啊，进来。老爷，您的信。要树蛙，要树蛙，就知道要树蛙。哎，德才啊！哎，老爷，你马上去衙门，让他们告诉山民，尽快的去捕树蛙。老爷，你不是刚刚下令不让捕了吗？你懂个屁！叫你去你就去。哎，遵命。哎，等等，老爷，你告诉他们，千万不要到我儿他们练功的地方去捕。小的明白，小的这就去。老爷，少爷在哪儿练功啊？在东山洼。去！哦，简直烦人！这字啊，得练好，再好的文章啊，也得有好字来衬托，要不然也是大煞风景啊。师傅，我这个人就没有写字的天分。不瞒你说，当年我爹给我找了好几个书法大家，连教了好几个月都不成。最后你知道吗？他们的字啊，反倒被我给带坏了。这谁啊，不可能天生下来就会写字。这大书法家们也是一样，得多临帖，多看帖，没有捷径可行。来，你看这些帖，不着急临啊，先看上几日，让他们都认识你了，你就知道怎么下手了。知道了。我去啊，给你打点野味。哎，师傅，我跟你一块去。行了，你就别添乱了，在家好好看帖啊。
来，你二位兄弟还认识我吗？当然认识了。认识。认识，为何还捕？徐大人让捕，谁敢违命啊？就是。走吧。走。哇，师傅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从来没有空手回来过啊！这徐大人不是答应了吗？为什么还出尔反尔啊？怎么了？他又差人上山捕蛙了。啊？他怎么言而无信呢？说实话，我一直就不相信，今天借口上山打野味儿，果不其然，让我给猜中了。师傅，你别生气，我现在就去找我爹。你等等。你告诉徐大人，不管做任何事都得靠真本事，拉关系行贿那是成不了大事的，更别说当一个好官了。师傅，我记住了，我现在下山。舅舅慢点。舅舅，快坐下。感觉怎么样？来，舅舅，感觉怎么样？还能撑得住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来，让我看看伤。这可不行。师妹，我出去找一些疗伤的草药，说不定能管用。现在外面天都黑了，连路都看不清楚，你出去找草药是不是太危险了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舅舅的伤要紧，你在这儿照顾舅舅，我去就回。好吧，小心点儿。好。师姨说：“来，师姨说，喝点水吧。”有劳公主了。其实啊，应该是我们谢谢你才对。哎，对了，公主，今天那些山匪十分的彪悍，如意怎么会招惹他们呢？我们进山的时候，被玄风寨的人误认为是探子，把我们抓了起来。他们说，如果我们可以去云空寨找回仙草的话，就放了我们。所以如意只好铤而走险，最终把草药找了回来，我们才脱了险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对了，师姨说，这是白天摘的野果，你吃一些吧。谢谢。如意曾经告诉我，她的母亲说有一首歌叫做《吃了山楂不想家》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这恐怕是一首哄孩子的儿歌吧。您快吃吧。好好。爹，我回来了。有为。
儿啊，你怎么3更半夜回来了？爹，我师傅火了，说如果您再不树蛙，就把我扫地出门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他那么聪明，他什么不知道啊？我早就跟您说过，我师傅那个人办事呢是不到黄河不死心。其实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您能改邪归正，这不自己跑到山里去转悠了，结果就碰到了捕树蛙的山民。爹啊，你说您也一把年纪了，怎么就不能说话算话呢？平时您蒙一下什么其他人那也无所谓，您怎么连我师傅都蒙啊？这不是拿儿子的命运开玩笑吗？有为啊，你是有所不知。最近几个朝廷的重臣一直来信向我要树蛙，我也是万般无奈之举啊。那我不管，反正爹您以后就不能再捕树蛙了。您要是再捕，就把儿子的前途捕没了。我师傅还让我告诉您啊，说这个山里啊，鸡呀、鸭呀、鸟啊、兽啊，什么都有，随便捕点什么都可以去进贡，就是不能捕树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树蛙呀是益虫，它专吃害虫。如果益虫全都捕了，那山林就没有了。爹，师傅说，只要您这儿有一点动静，他那准知道。还说您不信，走着瞧。他怎么这么认真呢？哎呦，他认真的厉害呀，爹，您都不知道啊。他对付那个县令，还有县令他弟，那点子多的，那是天花乱坠，眼花缭乱呐。怎么样？你还没吃饭吧？哎呀，你看这。师妹，哎，师兄，怎么样了？这周围我都转遍了，就找到这点有用的。要是秀姑在就……要不然你赶紧给11叔上药吧，我出去走一走。哦。于林呐，啊，来，恩师。于林，恩师，为师想让你与那个徐有为一比高下。啊，恩师，弟子不敢，弟子怕失手毁了师傅的名声。一个草包，你也害怕？我不是怕他，我是怕他的师傅何秀姑。他师傅何秀姑聪明过人呐。那就是说，为师愚不可及。不，恩师，您的才学确实高过何秀姑，可是您的武功……于林，为师的名声，你不必担心。你现在要考虑的是你的仕途。你想想，你跟徐有为比试，打赢他，必受重用；就算打平，能在圣上面前露个脸，也是好的。这个道理，你不明白吗？恩师，弟子好像明白了点儿。哎，那弟子愿为恩师赴汤蹈火。大人。啊，玉林，哎，接着读书去吧。哎，是师傅。坐。谢大人。好，大人，我来。
像徐知府索要树蛙，都唆使了哪些大臣？